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10月27号，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2集的词汇。好，哎呀，刚刚老师的连线有一点问题哦，不过现在应该已经正常了哦。好，那么好，提醒一下大家，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那么你也可以成为我的会员老师的钱赚得越多，老师上起课来就越有精神。好 ，OK， 那欢迎艾云，还有佩霞、林子、佳佳、秀秀、白兰、蓝墨、Henny， 还有 May 同学、Alexander、Charles， 还有雅玲。诶，林子，你们日本的首相是不是已经换了一个女生了，对不对？现在日本的首相好像是一个女的哦。好 ，OK， 应该是日本第一次有女首相哦。好，裴静，欢迎。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 HSK 第2集的词汇。那这个词汇当然是比较基本的，不过我们要学一些新的，虽然基本，但是这个词汇也有很多新的一些表达跟搭配啊。第一次，对，好，第一次有女首相啊，日本。好，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开始有女总统、女首相啊，然后女生的表现啊，有时候比男生还好呢。你像那个特朗普，这是什么东西啊？OK， 有时候女生啊来领导一个国家，可能比男生还好，对不对？现在川普到日本去了 ，OK， 好 ，Hello Mandarin， 欢迎，还有春娇。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词汇家，太简单了 ，home house。好，我们直接看句子吧，太简单了，我不解释了哦。好，基本跟基础的意思当然差不多不过基本是更常用的，基础一定指的是一个技能或学问，你是在 primary 的阶段。那基本呢，它可以当副词，也可以当形容词。你可以说基本上来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basically 基本的使用层面更广好，他家离学校很近。好的，我们这里有一个表达特别注意离什么地方很近 ，like be close to， 离什么地方很远 ，be far away from， 离某个地方很近，离某个地方很远。好，这个表达希望大家记起来。好，他家离学校很近，走几步路就到学校了。如果你家离公司很远，那么你可能要坐高铁，你可能要坐火车，你可能要搭公交车才能够到好的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家还有 family 的意思，其实就是家庭的意思family。好，我们来做简单的题目吧。我人有家5口。好，这题太简单了不过常常有人问我说，老师，我说我们在教科书上学的是5口人，那有时候也听到5个人，到底是5口人还是5个人都可以。如果你在中国的北方，你就说5口人；如果你在中国的南方，或者你在台湾，你就说5个人。我家有不能，这是答案有了，你们答案都写出来了。如果你在北方比较常说我家有5口人，在南方比较常说我家有5个人，都听得懂都听得懂，没问题。好，这题太简单了。你们家有几口人呢？各位同学，理查老师家有3口人，你们家有几口人呢？有的人哇，家里好多好多人家里有10几口人可能有爷爷奶奶叔叔伯伯阿姨婶婶都在你们家里面。那这样的家庭，我们中文可以说大家庭。如果你们家是个大家庭，
那表示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叔叔伯伯、阿姨都住在一起，这种家庭叫大家庭啊。我家人有5口，不会这样说，不会这样说哦。我们一般都说我家有4口人，我家有3口人。好，那当然有大家庭就有小家庭，所谓的小家庭就是这个家庭里面只有爸爸妈妈跟小孩，这个叫小家庭哦。好，所以我们的确有这样的词汇，大家庭、小家庭。小家庭只有爸爸妈妈跟小孩，大家庭可能家里还有其他的亲戚哦。好，May 就是说我们家就是个大家庭家里面有10几口人，很好，没问题。她想和男朋友有一个家庭，非常好的表达哦。对，没有错，可以，May 没问题。我家是个大家庭，我家里有10几口人不用就有，我们家有10几口人好，那么我们说到家其实还有比较难的定义，比较难的意思 ，domestic household。那我们来学一些相关的词汇。第一个，家猫，家猫，家猫跟猫有什么不一样？家猫指的一定是宠物猫，你养在家里的猫。有些猫是野外的猫，它是野生的，或者它是流浪猫，或者是森林里的猫，对不对？那如果你说家猫，指的一定是养在家里的宠物猫好，家犬就是狗，养在家里的狗，宠物狗叫家犬。那家猫跟家犬一般都是用在比较书面语的表达，它可能是会写在科学研究的期刊里面，可能会写就是一些比较专门的文章里面会用到这样的词汇。一般我们其实说猫或狗就可以了好，家禽跟家畜这2个词汇请大家记起来。什么叫家禽？禽基本上指的就是鸟，所以家禽指的是你在家里养的一些鸟类，通常是可以吃的，比如说鸡、鸭还有鹅，通常是这三种鸡就是 chicken， 鸭 duck， 鹅是什么？鹅的英文是什么？ goose， 对不对？所以鸡鸭鹅是家禽，2只脚的一般是鸟类，2只脚的是家禽好，那么家畜，好，这个要念畜，家畜也是养在家里面，通常可以煮来吃的，4条腿的我们叫家畜，猪、牛、羊等等，通常可以吃。你养在家里的目的就是等它长大了，可以把它宰来吃、杀来吃，这个叫家畜。好，家禽跟家畜是很常用的词汇，请大家记得，家禽指的是2只脚的，家畜指的是4只脚的好，4条腿的或4只脚的那一般你养在家里的目的就是等它长大了，你可以把它宰来吃禽，对，禽是这样写其实呢，禽的意思就是鸟类的意思鸟类的意思好 ，OK， 好的，那么关于家还有很多词汇，我们可以把它学起来来，第一个家暴，家暴就是可能老公打老婆，或老婆打老公，或父母亲打小孩，这个都是家暴。家暴是不好的、不对的行为，是犯法的、不合法的行为。如果你遇到了家暴，赶快打电话找警察来帮助你，找你的朋友来帮助你好，这个是家暴。家具很简单，家具就是放在家里的陈设，比如说沙发、椅子、桌子，这些都是家具。我们家里面一定会有很多家具，特别在客厅里面会有很多家具，沙发、椅子、桌子
等等，灯、台灯这些都是家具啊，还有很多盆栽等等都是家具啊。家畜是不是 farmhouse？ 你像在传统的家里面可能会有猪舍，会把猪养在猪舍，不一定有一个 farm， 它可能是有一个猪舍或牛舍，会把牛或猪养在里面啊。好 ，OK， 再来加一，简单说，加一就是家庭医生、家庭医师。好，那各位同学帮我打一下，加一就是家庭医生、家庭医师。就是这个医生会特别会针对你的家人来照顾你的健康，这样的医生就是家庭医生。比如说你找了一个医生是家庭医生，那他就会照顾你家人的健康，常常帮你做一些健康检查，这个叫家庭医生。很好，家庭医生我们一般可以说加一。有人问狗跟犬有什么不同？一般来说，狗是口语最常用的用法，犬一般用在书面语、文章里面、研究报告里面，我们会用犬。一般说话就不会用犬啊。好，或者有一些狗的名字我们会用犬，比如说斗牛犬这种专有名词哦，犬就是用在比较书面语、比较文章体里面的表达哦。好，再来家电一定要记起来，家电就是包括吸尘器、洗衣机、电视、电话，这些东西都是家电。在家里面要插电的，要 plug 要插电的这种东西机器我们就叫家电。那各位同学，你们家里一定有很多家电，像微波炉、冰箱，对不对？烤箱，这些都是家电，需要插电的。电灯也是家具，电灯不是家具，电灯是家电。所以这个电就是 electricity， 需要插电的，你要 plug， 你要插电的好，你们知道插电吗？我打给你们插电，需要插电的机器，而且是家里用的，我们就叫做家电好，对，大同电锅没有错，大同电锅当然厨房里面，艾云，厨房里面的家电也叫家电，没有问题家里需要插电的东西我们都叫做家电。家具是不需要插电的，它是一个陈设，一个摆设一般像我们说的沙发、椅子、桌子这些都是家具好，大家有没有问题？好，这些都是很常用的词汇，希望大家记起来。加一不一定常用啦，其实加一并没有很普遍，除非你是很有钱的人，可能在美国、欧洲的国家比较普遍。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家庭医师呢？理查老师没有。如果我生病的话，我必须要去诊所或去医院看病，我没有加一。所以如果你有加一的话，如果你生病了，家庭医生会到你家来帮你做检查，这个叫加一，家庭医师或家庭医生好，大家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了可以，私人医生一般我们会说家庭医生或家庭医师都可以，不会说家师，不可以说家师，要说家医，不可以说家师家师是 my teacher my master or my teacher， 这个叫家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般比较不会说私人医生，我们会说家庭医师或家庭医生我有一个不用插电的灯，它在没电的时候会亮，那我们还是叫它家电，基本上还是需要电，需要电的机器我们还是可以叫它家电好，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美元支持老师的工作，请我喝杯咖啡。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家的第二个意思通常会放在一个词的后面，那它表达的是一种职业，这个职业的专家、专业的人expert or professional。 所以当你看到什么什么家，表示这个人在这个行业里面他是专家，他很厉害，叫什么什么家好，那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画家，很会画画的人，他是画画的专家，所以我们会说 painter 画家。那妹说银行家可以表示银行家应该是开银行的人对金融投资很在行的人对，林子打出来的专家就是 expert 好，那他的梦想就是你未来以后长大的时候，不一定是长大你未来想要达到的目标，他可能做得到，也可能做不到，这是你的梦想，你很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你很希望达到的目标。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位画家。各位同学，你们有梦想吗？你们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好，佳佳说作家，很会写文章的人，作家 writer， 科学家 scientist， 企业家 entrepreneur 是不是？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念好，可能你的梦想是成为一位企业家，对不对好，艺术家很好 artist， 哇，你们都好厉害你们都会 artist 艺术家。好，我们来学习很多家，什么什么家，那你们特别注意一下这些家要用的量词是名或位，一位音乐家，一名音乐家 OK， 那就是 musician 音乐家。好，像这个贝多芬是音乐家，对不对莫扎特也是音乐家。好，再来科学家 scientist 科学家。好，你们听过哪一位科学家是很有名的呢？科学家我现在想不起来有没有哪一位科学家很有名。爱因斯坦，对不对？爱因斯坦是很有名的科学家，对不对？爱因斯坦好，作家有没有哪一位作家特别有名呢在中国有胡适，他是很有名的作家。金庸写武侠小说的金庸很有名作家。还有呢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诗人 Robert Frost， 他也是一位作家，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写 Harry Potter 的作者，他也是一位作家，就是 J.K. Rowling， 这些都是作家龙应台，李白不是作家，李白是诗人 poet， 他是诗人作家一般是写书或文章的人，是作家Shakespeare， 对，可以 Shakespeare 是作家，剧作家我们中文叫剧，就是 drama 那个字，剧作家。莎士比亚是一位剧作家那思想家 thinker， thinker， 你也可以叫他哲学家 philosopher， thinker philosopher 哲学家。鲁迅也是一位作家，很好韩红是有名的歌手吧，他可能是歌手，韩红应该是歌手吧好，我们做题目。柏拉图 Plato 是一名伟大的 great 伟大的什么？答对了，思想家。好，柏拉图是一名伟大的思想家，你也可以用一位，柏拉图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答对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来学最后4个家。第一个，政治家 politician， 政治家。川普是不是政治家？是。好，那反正有搞政治的都是政治家。不过呢，政治家我觉得用在比较 positive 比较正面的地方。
所以川普不算政治家吧？我觉得川普不像，我觉得政治家在英文的翻译比较是 statesman 比较 positive 一点，是真的有政治抱负、政治理想的人，我们才会叫他政治家。我觉得特朗普，不算是政治家，politician 政客，他是政客。所以各位同学，如果这个人搞政治，但是他真的很有政治抱负、政治的理想，那么他是 statesman， 我们叫他政治家。如果呢，他就是一个投机分子，没有真的想要把政治搞好，可能像川普这样子，那我们叫他 politician， 对不对？那中文叫政客啊。有没有人帮我打一下政客？政客就是有一点投机，他不是真心想要把政治做好，这种人是政客。政客奥巴马算是 statesman 吧，我觉得奥巴马算是政治家。特朗普可能有人会抗议，老师我喜欢特朗普，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他 ？OK，in my personal opinion，OK， 川普特朗普他可能是个政客，他是个 politician， 他都是做一些投机的事情，或者不是真的想要为美国好，他只是想要得到自己的利益，可能是这样子的人，我们都叫他政客。对，政客好，有人觉得特朗普是政治家 ，It's okay， that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特朗普可能在你的眼中他是一位政治家，可能在另外一群人眼中特朗普是政客、投机分子好对，你也可以说川普只是个商人而已他只是个 businessman， 他只是个商人而已好的，再来教育家，老师们都是教育家，校长也是像李朝老师。不过我觉得这个教育家可能用在比较伟大的人身上李朝老师只是个老师了，不算是教育家。教育家一般也都有他自己教育的理念，是很伟大的，比较伟大的人。所以教育家孔子比较伟大的人，我们可以叫他教育家。李朝老师不算教育家了，李朝老师只是一个平凡普通的老师而已。谁可以称为教育家？孔子，因为他有教无类，他真的很有教育的理念。孔子是一名教育家，我把答案写出来了好，所以如果你要说教育家谁是很有名的，不是孔子嘛还有呢苏格拉底吧苏格拉底算是西方的教育家，对不对？很有名的好如果你说他是教育家，其实你在称赞他，你在恭维他，你在称赞他好，再来发明家。好，发明家就是会发明新东西的人，很会发明东西的人就是发明家。哲学家 philosopher， 哲学家跟思想家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题太简单了。爱迪生是一位著名的发明家，刚刚答案都给你们了。那爱迪生他有发明电灯泡，对不对所以他带来的为全世界带来的光明，他发明了电灯泡好，孔子也是思想家，孔子也是一位思想家，可以的可能有一些伟人 great people， 他有很多身份，他可以是教育家，也可以是思想家好，Musk 是发明家吗？他发明了什么？不是吧？他是生意人，商人。Musk 应该是个商人生意人好，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咯，希望大家学到很多新的词汇。看起来好像是 HSK 第2集，其实很多词汇都到 HSK 3或4了。不过呢对，富兰克林，美国的总统富兰克林，他是政治家也是发明家
哦，他很厉害，他发明了很多东西，他是政治家也是发明家哦。好，那谢谢大家咯，我们明天见。明天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希望大家准时来跟我一块儿听故事。明天见，晚安，拜拜。莱特兄弟是发明家，他们发明了飞机。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他们是发明家。OK， 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